客人来开房的时候，前台开始有点不耐烦的抱怨，马上又换上了假笑。大姨想要开个钟点房，前台却说这儿没有那种房间。大姨抱怨说这酒店不懂浪漫。他又问现在有没有空房，前台礼貌地笑着说要查查看，然后键盘上快速敲打着，随后报出了大床房的价格。大姨一听价格觉得太贵，开始像在菜市场一样讨价还价。这时候旁边等的大叔开始不耐烦，他说不行就算了，还说老婆在家等他。大姨撒娇让他不要走，无奈之下只好妥协。最后大姨还是花了一大笔钱订了间大床房。两人离开后，前台脸上露出鄙视的表情。他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这样的客人，急着瞒着伴侣偷情的那种。前台拿出他的记录本，本子上写满了客人的名字，这些人都和大姨没两样。他还没意识到，这本小记录本很快就会彻底改变他的生活。珍和萨摩尔是结婚7年的夫妻，他们婚前恩爱非常，婚后关系就变得平淡无奇。这都是因为他们背负了高额的房贷。更糟的是，他们买房时花了378万，现在房价却跌到了270万，利息还在不断增加。夫妻俩每天工作14小时，勉强还得起每月的房贷。他们本想卖房中介，却建议大幅降价。生活的压力让珍变得很计较。有一天，他查账发现了一笔奇怪的支出。比起强势的珍，萨摩尔这人挺窝囊的，缺乏主见过的也是随遇而安。虽然他每晚都开车出门，但是1到9点就不接客了。他得先找地方好好吃顿饭，然后把车停在桥洞下睡个好觉。那晚萨摩尔睡得特别香，突然有个陌生男人跳上车来，非得让萨摩尔送他去郊外。萨摩尔本来不想去的，但为了钱，他还是答应了。到了目的地之后，那男人让萨摩尔再等他一会儿，然后又掏出2张钞票，萨摩尔就答应了。那男人离开后，萨摩尔回去找地方停车。虽然那里有禁停标志，但他还是搬开栏杆停了下来。停好车之后，萨摩尔忍不住感慨今晚真是走运。他把座椅放倒，在雨声中很快就睡着了。几个小时后，车子突然没电了，萨摩尔这才惊醒。他往外一看，雨差点没把车淹了。萨摩尔吓坏了，周围连个人影都没有。最后萨摩尔只好弃车逃命。第二天，萨摩尔去报保险，车子彻底废了，但保险公司的人告诉他，他停车在禁停区，这种情况保险是不赔的。萨摩尔还想辩解，可是对方直接拿出行车记录仪显示的视频，萨摩尔没话说了。回家后，萨摩尔没敢说真相，他谎称被车撞了，这样保险就能赔偿。他找借口说第二天要和朋友见面，打算借机向对方借钱买车，可谁知道被听到了，结果对方也要一起去。没想到对方竟然有钱。这对夫妇虽然富裕，但生活简单，只请他们吃了2盒炸鸡。吃完饭后，去见了闺蜜的女儿。这小女孩最近迷上了炒股，每天都在研究股市。本来想给她点零花钱投资股市的，但女孩拒绝了。她说自己炒股1个月至少能赚5000，这让有珍大吃一惊。这种收入差距让她难以置信。虽然这家人很富有，但闺蜜也有自己的烦恼。她向有珍抱怨，最近和老公的夫妻生活不如以前，而且感觉老公的身体状况也变差了。有珍却不在意，她和萨摩尔早就没有夫妻生活了，日子还是一样过。但闺蜜却不这么看，她怀疑老公肯定有问题，还提醒有珍要小心，否则迟早会出大问题。闺蜜的预感是对的。在另一边，男人在向萨摩尔抱怨，萨摩尔听了很震惊，觉得男人不应该这样，但男人似乎毫不在意，还说人应该体验2次恋爱。说完，他提议去个地方，男人带萨摩尔去了棒球场。在那里，他伤心地发现女朋友正跟别人一起看比赛。男人发了条短信，女朋友看了短信后找理由溜了出来。这位男人深爱的女朋友竟是个40多岁的大姐。在大姐面前，男人显得很低声下气。他问大姐自己还不够好吗？为什么还要跟别人在一起？大姐显得很轻蔑。一顿训斥之后，男人变得像只受委屈的小狗，低头求大姐原谅，还希望她记得给自己打电话。回家的路上，男人让萨摩尔试驾他妻子新买的保时捷。萨摩尔觉得很羡慕，他鼓足勇气开口想借点钱。他刚说完车报废了，男人立刻明白了他的意图。
摩尔还想再解释点什么，但男人的态度很坚决，不行就是不行。那晚受朋友的影响，他异常认真地做好了准备，打算勾引萨摩尔。无论他怎么努力，萨摩尔都提不起兴趣。有真气坏了，萨摩尔后悔不已，自己说漏了嘴。他求妻子饶了自己一命，可有真认为这是原则问题，他必须告诉他的闺蜜。结果没想到，闺蜜先打来了电话，她假惺惺地表示关心。有真说听说萨摩尔的车甩颠了，还找她老公借钱。有真这才明白萨摩尔撒了谎，却仍然在撑场面，真相没说出口。萨摩尔去找男人通风报信，让他提前做好准备。男人听说后，急忙赶到酒店，不顾形象跪在有真面前，泪流满面的求他不要告诉可。有真的态度非常坚决，男人绞尽脑汁，最终想出了一个妙计。他提议为自己的过错支付罚金，随后他报出了6万的价格。有真被这个数目吸引，没多想就同意了交易。交易完成后，男人与萨摩尔断绝了关系。萨摩尔不理解为什么老婆要这么做，有真反问他不是要买新车吗？萨摩尔这时才明白，男人也背叛了他。有真说明天去看车。萨摩尔被老婆的通情达理感动，这件事启发了有真，他厌倦了现在的生活。有真拿出小本子，这本子现在更像是死亡笔记，笔记里的人都将成为他的目标。看到酒店床单上沾了不明物体，清洁工当场暴怒，他怒斥客人没素质，居然在床上留下排泄物。有真闻了闻床单，清洁工感到惊讶，他也凑过来闻了闻，果然是巧克力。清洁工立刻明白了，思考为什么巧克力会粘在床单上，把所有垃圾倒出来，从中挑出了3个特殊用品的包装。正在这时候，有真发现有客人把手表忘在桌子上了，他意识到这是个机会。有真赶紧打电话给登记的客人，接电话的是个叫佳音的女孩。佳音听说手表落下了，她说她一会儿会来取。同时，有真发了条短信给萨摩尔，不久佳音就到了。有真趁机记下了他的家庭地址。佳音一离开，有真立刻告诉萨摩尔。佳音一出门，萨摩尔的车正好到达。萨摩尔按照计划把佳音送到了指定地点，一切都很顺利。男主的车上有宝宝的贴纸，很明显他已经结婚了。男主把佳音送回家，萨摩尔在楼上偷偷摄影，两人表现得像恋爱中的情侣。上楼前，佳音拿出一束花，他说是为了庆祝他们在一起的第200天。男主却不敢接受，他怕拿回家会引起妻子的怀疑，只好让佳音把花收回。男主离开后，佳音站在那里失落的掉泪。看到这一幕，萨摩尔心里也觉得有些同情。拍完照片后，萨摩尔向有真汇报了情况。他发现男主和佳音居然住在同一个小区，两人的家只需步行10分钟距离。萨摩尔觉得佳音挺可怜的，他建议这次就不要追究了。萨摩尔的求情没成功，他只能老老实实检查照片。但有真觉得这些照片证据不够充分，他认为必须抓到男主的妻子、男人上班的地方，知道他们的亲密细节后才能采取行动。那晚他们在小区蹲守，意外地看到了男人的妻子，原来她已经怀孕了。深夜里，两人撑不住了，他们决定去之前常去的酒店。萨摩尔一口要了个高级套房，有真感觉有点感动，他以前特别喜欢这里的高级套房。那晚两人久别重逢，同床共枕。有真想要深入发展他们的关系，但感觉彼此像兄弟一样，都觉得特别尴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有真提出可以试试网上的方法，互相赞美对方的优点。萨摩尔同意了，他们面对面坐下。有真观察了一会儿，终于找到了可以夸的一点。他说萨摩尔的手指粗壮，挺可爱的。萨摩尔则赞美了有真，提到了和领导的共事经历。说着说着，两人开始打瞌睡，最后默契地放弃了这次尝试。第2天，男人出门去上班，夫妻俩紧跟着他到公司。原来男人和佳音都在同一家放贷公司工作，他们趁自拍的机会偷拍了两人的照片。午休时分，佳音买完饭后急匆匆地跑了，两人立刻跟了上去。他们一直跟到了楼顶的停车场，看着摇晃的汽车，他们震惊了。原来佳音和那男人每天都利用短暂的午休时间，边吃饭边约会。车里两人情绪高涨，车外的萨摩尔也是兴奋极了，他终于拍到了关键的照片。到家之后，
两人马上开始制定勒索计划。有真提出要10万，但萨摩尔觉得10万太多了，他建议根据对方的经济状况来定价，能多赚就多赚，少赚就少给。有真被说服，于是把勒索金额降到8万。第二天，男人收到了一个包裹，他打开发现里面有个视频，视频里是他和佳音亲密的画面，被剪辑成了一个浪漫的音乐视频。视频最后提出了8万的要求，要求他明天中午把钱放在楼顶的消防栓旁，最后还特别提醒他，如果不想视频曝光，就不要报警。男人感到非常慌张，他去找佳音商量怎么办，但佳音似乎并不担心。佳音建议他直接报警，这样他们就能摆脱困境，一起生活。但男人不同意。这时佳音发现了视频中的一个细节，视频显示男人的妻子已经怀孕了，这让他惊讶，因为男人曾说过他和妻子已经没有夫妻生活了。男人非常尴尬，只能敷衍回应。然后他又去哄佳音帮忙，佳音却很生气。他终于看清了男人的真面目，男人根本没有离婚的打算。佳音决定离开，正当他转身要走时，却被男人紧紧抓住。佳音对此感到无语，毕竟一开始是男人为了方便见面，哄他搬到同一个小区的，现在居然还要向他索要钱财。最后佳音警告男人，以后不要再来烦他。他决定去向他老婆坦白一切。男人感到害怕，原本甜蜜的恋情就这样以极其难看的方式结束了。很快就到了交易的日子，有真和萨摩尔各自采取行动。萨摩尔在楼顶守候。不久后，男人出现了，他把钱放进消防栓就离开了。萨摩尔犹豫了很久，不敢行动。他给有真打电话，担心楼顶可能有警察。有真开始不耐烦，说：“如果你不去，我自己去。”萨摩尔终于下定决心。在离开前，他神情严肃，告诉有真他的私房钱藏在哪里，随后戴上头盔，提心吊胆地走向消防栓。取到包之后，萨摩尔快速低头走回来。不幸的是，事情总不如人意，一个陌生人突然叫住了他。萨摩尔吓得要命，他快步跑向车辆，踩下油门，迅速离开现场。回到家后，他们才发现包里只有3万5千元。男人还留了一封信，信中他试图还价，说他只有这么多钱，希望他们不要太过分，不要破坏他的家庭。男人虚伪的话让人反感，萨摩尔对此非常不屑。他们第一次赚钱，没有挥霍，而是用来补家用，用这些钱解决了家庭的财务问题。萨摩尔的父亲即将迎来70岁生日。萨摩尔虽然是家中唯一的儿子，但他一直没有什么成就，平时也是几个姐姐照顾着父亲。这么多年了，姐姐们心里积攒了不少怨气，但这一次，萨摩尔特意预定了高档餐厅庆祝爸爸的生日。有真还送给姐姐们昂贵的化妆品，她们终于有机会在家人面前得意一把。同时，有真也面临自己的困境，她姐姐一个人抚养3个孩子，大女儿钢琴天赋非凡，每次比赛都是第1名，但姐姐总是感到很苦恼。对她来说，家境贫寒的孩子有天赋反而成了负担，她根本无力培养女儿。有真深记在心，她把一部分钱给了姐姐，还嘱咐她要好好培养女儿，自己也会尽力支持。这样这笔不正当的钱，不只是弥补了他们对家人的愧疚，也让他们冷却的感情重新温暖起来。但此刻他们不知道，接下来的勒索任务一个比一个危险，他们还要付出沉重的代价。大姨突然捂着脸痛苦地倒下，然后就这样倒地不起。大叔问他怎么了，大叔难以置信，大姨痛得动弹不得。大叔见状急忙去拿手机，正要打救护车，大姨突然抓住他让大叔不要管他，快走，一旦有人发现他们的秘密就麻烦了。大叔深受感动，即使到了这个时候，大姨还在考虑他。大叔把手机塞给大姨，然后在她额头深情地吻了一下。下楼后，大叔直接冲向前台，大方地掏出2张大钞，两人必须保守秘密。有真一眼就看出对方是个富豪。这时候救护车刚好到了，大叔急忙溜走。大叔离开后，有真赶紧记下资料，他记录了大叔的名字。上次轻松赚了3万5，有真体会到了捉奸的乐趣，那个大叔成了他的新目标。回到家，有真和萨穆尔开始讨论，他们讨论勒索的禁忌。有真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，决定今后只针对富人，这样才能赚更多的钱。有真提议设一个小目标，赚够了就退出这一行。他们开始查大叔的背景，
原来大叔是家建材店的老板。萨摩尔跟踪了几天，发现大叔是个上门女婿，在家里地位不高。那天大叔带着大姨去爬山，有真和萨摩尔偷偷跟着，大叔手里拿着一朵玫瑰，他们手牵手往山顶走。走到半山腰，大姨停了下来，大叔把玫瑰放在一只小狗的坟头上，他在墓碑前表达自己的思念。大叔装作是小狗安慰大姨，他让大姨不要太难过。他们离开后，有真和萨摩尔赶紧拍下坟墓的照片，保存作为以后勒索的证据。下山后，大叔带大姨去了码头，他们坐船离开了。有真向一个老人打听后才知道，海中央有个度假屋，大叔和大姨去了那里。有真也订了一个房间，有真和萨摩尔的房间紧挨着他们。晚上，有真密切关注着两人的一举一动，气氛显得特别浪漫。大叔情不自禁地感叹：“要是你的下巴没问题就好了。”听到这话后，大姨迅速摘掉了护具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动了动下巴。这边有真和萨摩尔开始有点不耐烦，但很快，大叔带着大姨走进了房间，两人立刻变得非常兴奋。接着，有真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：要拍到现场的照片，必须有人冒险横渡海洋，爬到对面的船上。不久之后，萨摩尔穿上了救生衣，萨摩尔背着自己的父亲，在黑暗寒冷的海水中艰难地向对岸游去。十几分钟后，萨摩尔终于登上了船，他悄悄靠近窗户，偷偷地将窗户开了一条缝。屋内正在上演精彩的一幕，而屋外的萨摩尔内心同样激动，他开始疯狂地拍摄。然而突然，萨摩尔赶紧找地方藏身。大叔巡视了一圈房间，什么也没有发现。这时，萨摩尔已经藏在船底。确认安全之后，萨摩尔拼尽全力往回游。几分钟之后，他湿漉漉地爬回船上。有真虽然心疼萨摩尔，却也非常高兴。萨摩尔恢复之后，两人边喝烧酒边聊天。完成任务后的成就感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。萨摩尔想起他们停滞已久的夫妻关系，提议不如现在试试看。为了增添情趣，两人决定尝试电话裸聊。可能是酒精作用的缘故，他们俩完全沉浸其中，聊天的内容也越来越开放。聊到最后，萨摩尔情不自禁地吻了有真。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让有真感到有些不适。然而这一晚的尝试就此结束，他们最终没有更进一步。第二天回到家后，两人开始撰写勒索信，向大姨索要10万元，而对大叔则索要16万元。指定的放钱地点正是那只小狗的坟墓。几天后，大姨按约定上山。她离开后，萨摩尔拿到了包裹，但包里没有钱，只有大姨的信。大姨在信中写道：“她一辈子都未曾被吻过，尽管和丈夫有了2个儿子，她从未体验过爱情的甜蜜。她开了家餐馆，养活丈夫和儿子，回到家还有做不完的家务。即使如此，丈夫和儿子也从不尊重她，唯一关心她的是小狗，只有小狗愿意陪她睡觉。但不久前，小狗去世了，大姨失去了精神支柱，她把小狗埋在了山上，有空就上山和小狗说话。她觉得生活灰暗，几乎绝望。但这天一阵风却吹飞了她的假发，假发一下子掉进了大叔的手中。她赶紧用手掩住秃顶，尴尬的不敢抬头。她没发现大叔的眼神里并无讥笑。大叔轻轻拍了拍她的手臂，感情在那一刻开始萌芽。他们彼此看到了对方的衰老。原来在这冷漠的世界里，还有像我一样孤独的你。大姨在信的最后写道，她为这份感情等了60年。读完信后，他们俩都心软了，决定不再向大姨勒索。但转念一想，还是向大叔提出要26万。大叔收到勒索信后，并没有照做放钱，萨摩尔只得打电话给他。大叔约萨摩尔明晚10点在建材店见，只要他来了，就一定会给钱。有真听后觉得太危险，劝萨摩尔别去，但萨摩尔不愿放弃这块肥肉。10点钟，萨摩尔出现在店门口，人还没到，就突然挨了一拳。一看是大叔，看这架势，他是来揍人的。萨摩尔连忙求饶，但大叔丝毫不留情，几拳下来，萨摩尔的牙都掉了。萨摩尔痛苦地把牙齿装进口袋，想硬抗一下，结果胳膊也给打折了。萨摩尔哭着求饶，说还有同伙，一条短信就能曝光他的外遇。被暴打一顿后，大叔最终还是把他请进了屋。萨摩尔蜷缩成一团，显得特别乖巧。
大叔询问他是否是妻子派来的侦探，听到否定的回答后，他松了一口气。大叔说他愿意按约定付钱，但需要动用公司的资金，所以他得伪造一些账务。他让萨摩尔签一个雇佣合同，对外称萨摩尔是请来的摄影师。最后大叔还试图砍价，要求萨摩尔再便宜2万，怕再被打。萨摩尔只好同意。事后看到萨摩尔牙齿都被打掉了，有真看了心疼的哭出来。情绪稍微平复后，萨摩尔和有真发现拿到的钱比24万还少。萨摩尔解释说，因为走的是公账，所以被扣了3.3%的税。有真感到一阵悲哀，没想到勒索的钱还得交税。这次虽然很曲折，但萨摩尔眼神中透着光芒。有真第一次觉得未来不那么渺茫了，甚至想把这新事业做得更大更强。但他们没想到，下一个目标几乎要了他们2个人的命。豪门少妇整天受到婆婆的刁难，但她始终不生气，态度极为恭敬。私下里，她的内心却已扭曲。她每天都在做手工皂，还会往皂中吐口水。香皂做好之后，她就拿去送给婆婆。不止这些，少妇还偷偷外遇。老公感觉到了不对劲，直接质问少妇，问她是否和别的男人有关系，让她对着儿子的性命发誓。少妇一点都不心虚，马上否认了。她之所以这么自信，是因为她的情人其实是另一个女人。那女人名叫萧元，是少妇多年前的旧爱。2人最近同学会重逢，一见钟情，情难自禁。正当气氛浓厚时，少妇手机突然响了，竟是婆婆来电。婆婆说她想吃牛肚拼盘，少妇只好答应，匆匆挂掉电话。少妇赶紧离开，2人迅速打车。萧元问这算不算复合，少妇却避而不答，让萧元小声点，免得司机听见。不一会儿，少妇到家了，萧元也跟着下车。他不肯放手，逼少妇给他们的关系一个说法。这场纠缠全被萨摩尔目睹。萨摩尔回家后跟有真提起这对，有真立刻决定以他们为下一个目标。那晚，他们守在萧炎的家外，直到凌晨，萧炎才醉醺醺的回来。接下来的7天，萧炎每晚喝得烂醉如泥才回，坐在门前大声哭泣，显然是失恋了。萨摩尔觉得萧炎和少妇可能不会复合，但有真认为偷情的人不会轻易断绝。第2天，他们去了萧炎的工作地点，原来他是一名武打演员。下班后，萧炎骑摩托离开了，2人驱车紧跟着去，来到了一家教堂。少妇和家人正在教堂里做礼拜，校园偷偷坐到少妇后面，有真也悄悄找了个座位。少妇借口去洗手间请了个假，校园跟着也溜了出去。2人溜进了餐厅，有真在门口守着，开始录音。校园向少妇倾诉，说他最近因为想他失眠，吃不下饭，觉得再不见他就活不下去。少妇叹气，他也不想再压抑自己的感情。听到这些，萧远哀求一个拥抱，2人终于重归于好。萨摩尔在窗外急忙拿起手机，努力跳起来，想要拍摄这对情侣的照片。等他们离开后，萨摩尔去找有真，因为距离太远，他没能拍到有效的照片。有真的录音也不够清晰，没办法，只能继续跟踪。少妇家住在一个高档小区，萨摩尔假装也是住客，挤进了同一部电梯，然后记录下了婆婆和少妇的家庭地址。接下来几天，萨摩尔和有真在少妇店铺外守候，借此机会掌握更多信息。这一天，婆婆招待了女婿，少妇在一旁随时待命。女婿离开后，少妇钻进储藏室，无意中听到婆婆和小姑子的谈话。婆婆担心小姑子嫁人后会受婆家摆布，小姑子却认为自己是博士，相信婆家不会太过分。突然婆婆想起了什么，她从冰箱里取出一个盒子，里面居然是2只纯金鸭子，每只重达100克。这原本是少妇的嫁妆，婆婆让小姑子将这2只金鸭用作嫁妆，这样婆家肯定会重视她。少妇听了气得要命，但她不敢反抗。那晚少妇疯狂地练习拳击，萧元就在旁边默默陪着她。后来萧元骑车带她出去兜风，少妇感受到了难得的自由，好像只有在萧元面前，她才能如此无拘无束。萨摩尔和有真躲在一边，对即将发生的事情充满期待。2人走进帐篷，有真匍匐前往门口，用手机记录下所有情况。不过几秒钟后，婆婆打来电话，少妇匆忙想要离开，萧元生气了，她无法接受这种情况，
少妇总是这样玩弄他的感情。趁着两人争吵，萨摩尔和有真立刻离开了现场。回家后，他们打印出了照片，撰写勒索信。他们打算向少妇家索要20万。写信后，萨摩尔回想起刚才的场景，心情突然来了兴致。他问有真要不要试试，有真不自在地推开他的手。他询问他有什么想法。萨摩尔拿出2根烟，这是他刚从萧元那儿顺来的。几分钟后，烟草中的特殊成分让他们产生幻觉，两人开始疯狂大笑。悲伤突然袭来，虽然揭露了出轨，让他们待在一起的时间更长了，但亲密接触的欲望似乎再也找不回那份感觉了。第二天，两人都无精打采。喝完咖啡后，萨摩尔开始采取行动。看到照片后，少妇慌了，他拿着证据去找萧元，怀疑这是萧元的手段，目的是为了报复他。萧元不敢相信，但少妇说不管真相如何，他们无法再在一起了。萧元情绪失控，大声宣称一定要找到勒索者，向他证明自己的清白。那天少妇做了2个鸭子形状的香皂，最后涂上了金粉。第二天，趁婆婆忙着招待朋友，少妇溜进厨房，她打开盒子，成功替换了2只金鸭。到了晚上，少妇把装有金鸭的包放在约定地点。萨摩尔和有真很快拿走了包，有真激动地欢呼，两人都没想到这么顺利。但几分钟后，萨摩尔发现萧元在跟踪他们，他踩下油门，拐进一条小道。萧元紧追不放，萨摩尔慌乱中乱开，最后撞上了一辆面包车。为了转移注意力，萨摩尔抱着包先跑了。萧元果然追了上来，但在追逐中，萨摩尔没留意前面的车，一下子就被撞飞了。萧元走上前去拿那个包，结果发现包里神药也没有。这时他才意识到，金鸭肯定在别人手上。司机喊了好几声才把萨摩尔叫醒。司机吓得半死，怎么可能一个人被撞2次呢？他想把萨摩尔送到医院，但萨摩尔坚称自己没事，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，道歉后就离开了。走了没几步，萨摩尔满脸是血倒在地上，而另一边金鸭正藏在有真的头盔里。他试图打电话，但怎么也联系不上萨摩尔，心里非常担心。突然一个校园出现在眼前，起初有真还很硬气，可萧元没有多说什么。有真低头一看，自己的牙也掉了，真是共患难的伴侣。萧元还是觉得不解气，对着有真的脸拳打脚踢。有真哭着求饶，说马上就把鸭子还给他。拿到鸭子之后，萧元立刻给少妇打电话，告诉他他已经抓到勒索者，并且取回了东西，但少妇让他随意处理，还要求连鸭子一起交给他。少妇向萧元道歉，萧元以为他要提分手，哭着请求不要离开，但少妇已经想得很清楚。萧元激动地流泪。挂了电话后，他把鸭子还给了有真，同时告诉他他的同伙受了重伤，躺在路旁。不多时，有真找到了萨摩尔，他已经昏迷不醒，两人随后一起被送往医院。幸运的，检查发现萨摩尔只是轻微的脑震荡。护士好奇地问有真，怎么夫妻俩都伤得这么厉害？第二天，有真把包和金子拿去当铺卖了，这2样东西总共能卖20万。而萨摩尔此时已经醒来，从死亡线上逃生，他突然感到无比孤独，于是拨打了一个陌生的电话号码。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女声。就在这一刻，萨摩尔和有真的婚姻走到了尽头。这是2024年最震撼的韩剧，每一集开头都让人脸红心跳，剧情大胆至极，荒诞不经，吸引了无数年轻人的关注，因为它揭示了婚姻中最丑陋的部分。有真和萨摩尔结婚7年后进入了冷战期，他们宁可自己解决问题，也不愿意与对方交流。让他们失去兴趣的原因，仅仅是因为背负了沉重的房贷。一次偶然的机会，萨摩尔发现一个朋友背着妻子到外遇，这个朋友拿出16万求他们保命，这让有真有了赚钱的灵感。他和萨摩尔组建了一个捉奸团队，利用他们的职业优势，跟踪那些婚内出轨的男女，拍下证据后敲诈他们。但他没想到报应来得这么快。几天前，2人因重伤住进了医院。等到萨摩尔清醒后，他给另一个女人打了电话。几小时之后，女人突然出现了，2人相见非常高兴，眼里满是难以言说的思念。有真一回到家，就看到门上有人涂了红字，立刻给萨摩尔打电话，但是没人接，只好匆匆返回医院。
不过萨摩尔已经不知去向。有珍又打电话给萨摩尔，这次电话终于通了。萨摩尔说刚才没留意手机，说他正准备睡觉。有珍冷静地挂掉电话，心里却开始警觉。第二天，有珍清理了门上的红字，还在门上安装了监控摄像头，通过手机可以实时监控门口的情况。不久后，萨摩尔出院，他送有珍去酒店上班。下车时，有珍试探性地问他接下来的计划。萨摩尔说他去接个活。不一会儿，监控的提示音响起，有珍看到一个陌生女人出现在门口。萨摩尔迅速开门，两人说笑着离开了。有珍立马拨打萨摩尔的电话，问他吃饭了没有。萨摩尔敷衍了几句说有客人在车上，然后急忙挂断电话，心中波涛汹涌。请同事代班后，他立即赶回家，四处搜寻，最终在一本书中找到了一张照片。照片里正是那个女人，照片背面还有萨摩尔的笔记。有珍感到心寒，他万万没想到会是这样，竟然选择了萨摩作为下一个目标。于是他直接去了车行。不一会儿，他驾驶着一辆马力强劲的新车上路了，开始尾随萨摩尔。当萨摩尔去吃饭，他就在路边等着。此时，一对情侣打闹着走过，这一幕让有珍不由得回忆起他和萨摩尔热恋时的情形。那时候，他们有着无尽的话题，走路时总是黏在一起。萨摩尔知道有珍曾受过情伤，还向他保证绝不会背叛。想到这些，有珍悲伤的笑了。时间真是太残酷了。不久，有人上了萨摩尔的车，有珍继续跟踪。萨摩尔帮醉酒的客人下车，那人酒疯发作，推开萨摩尔，把钱扔在地上。有珍难过的转过头，萨摩尔似乎已经习惯了，他蹲下捡起钱。有珍心里很难受，如果不是生计所迫，谁不想过得体面些？他拨打了电话，第一次真正关心萨摩尔，告诉他不要接待无理的客人。萨摩尔后来把车停在桥洞下睡觉，有珍就在路边等着，但他不知道，车里的萨摩尔正在听熟悉的旋律，开始怀念另一个女人。1年前，萨摩尔正在洗车，那时旁边的女人向他借轮胎清洗剂。几天后，他又见到了那位女人，他们竟然是邻居。不久，那位女人按响了萨摩尔家的门铃，为了感谢他之前的帮助，他特地买了轮胎清洗剂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那个女人经常来找萨摩尔，有时带啤酒，有时带西瓜。萨摩尔有点应接不暇，就邀请她进来一起享用。门也没关上，萨摩尔把西瓜切得很精美，女人不停地称赞。两人一边吃一边聊，原来她和丈夫是周末夫妻，丈夫每次回家首先就是过夫妻生活。时间长了，她对这事儿提不起兴趣。聊着聊着，她惊讶地发现萨摩尔家里没有异味。他说自己家下水道经常反味，一直很苦恼。萨摩尔很高兴被赞赏，主动提出帮忙，推荐了防臭管道带，说装上就能解决问题。女人立刻崇拜地看着他，然后发现女人家很整洁，问他有没有什么清洁小技巧。女人突然来了灵感，既然俩人都爱打扫，不如成为打扫伙伴，一起清洁彼此的家。萨摩尔犹豫了一下，但最终还是同意了。从那以后，他们真的开始一起打扫，清理卫生间，整理书柜，像夫妻一样一起洗碗。偶尔的触碰让他们的心跳加快。后来他们甚至开始一起整理主卧的床。接触尸体的那一刻，两人默契的没有逃避。柳珍对这一切毫不知情，还开心的夸赞萨摩尔。随着打扫频率的增加，他们的笑容也越来越多，哪怕只是擦玻璃，两人都觉得特别有趣。他们偷偷注视对方露出的皮肤，感情悄悄萌芽。但紧接着，女人的丈夫突然回来了。女人尽力保持镇静，问他为什么回来。丈夫说记得今天是他的排卵期，所以特意赶回。丈夫走进卧室，开始脱衣。萨摩尔缩在墙角，简直想死。丈夫急切地说，平时不是要吃药吗？说完就去拿药。丈夫毫无怀疑地吃了下去。不久后，他就打起鼾来，原来女人给了他安眠药。萨摩尔这才逃了出来。两人悄悄地走出房间。萨摩尔心有余悸，说以后不要再见了。女人不想就这样结束。从那之后，每次见面，萨摩尔都会小心避嫌，但他心里很难受。女人也是痛苦不已。那晚，萨摩尔突然听到熟悉的旋律，
是他们打扫时常听的那首歌。萨摩尔探头看出窗外，女人正拿着音响放那首歌，试图触动萨摩尔的心。那时萨摩尔坚守住了，但现在那女人又来电话了。萨摩尔随后从桥洞驾车而出，去药店买了些药。有真一直尾随着他，结果萨摩尔竟然开回了自己的小区，进了自己的单元楼。看着萨摩尔进了电梯，有真急忙跑上楼梯，在萨摩尔出电梯前藏了起来。他本以为萨摩尔会回家，但监控显示萨摩尔直接走过了自家门，而是去敲隔壁的门。有真万万没想到，那女人竟是他们的邻居。他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幕。萨摩尔说他知道那女人生病了，特地买药来。此时有真听到那女人真诚地说话，心情变得紧张。紧接着萨摩尔走进了房间，房门关闭的瞬间，有真感到彻底心碎。他在门外站了好久，心痛让他不知所措。这不也是一种讽刺吗？那些专门揭露出轨的人，最终也被自己的伴侣背叛。如果说以前只是关系了，但现在连信任都崩溃了，他们之间已无爱存在。有真随后拿起一整桶汽油，从那女人家门一直泼到自家门口。此时他已彻底失去理智，最后他掏出打火机，准备将这一切都点燃。萨摩尔突然意识到了尴尬的处境，我真的觉得自己不行了。无论有真多努力，我始终让他不满意。我向有真道了歉，说可能是防脱发药的副作用。有真很体贴地安慰我，说这就像天气，晴天阴天都有。我没想到的是，萨摩尔的阴天持续了半年多。今天我真想再试一次。穿上新买的小裙子敲门，萨摩尔假装在电脑前吃东西。我满怀期待，萨摩尔却显得有点紧张。我离开后，萨摩尔低头自省，后悔自己刚才没控制住，结果两人还是亲热了。但事情并没有任何进展。有真非常失落，他感觉自己已经不再吸引萨摩尔了。萨摩尔也感觉挫败，他埋怨有真不够体谅，还给他压力。两人情绪激动，都觉得对方自私。有真没料到，这话竟成了现实。那晚他跟踪萨摩尔，看着他进了隔壁女人的家，他气愤地泼了汽油在门口，简直想点燃一切。但片刻后，他退缩了，愤怒地扔掉打火机。这一刻激发了他的灵感。随后他清除了走廊的汽油，然后回到酒店，打开电脑 CTRL-CCTRLV 完成文档，勒索信开价16万。第二天，那女人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包裹里全是照片，这些都是她背着老公和其他男人见面的确凿证据。信不仅要钱，还特别警告她不要报警，因为有人在附近密切监视着她的每一个动作。次日中午，那女人按约定出现了，她背着一个黄色的书包。有真在楼上密切注视着，女人随后扔掉了书包。有真冷笑，事情已到这个地步，两人无喜可言。有真用鱼竿把书包吊了上来。拿到书包后，有真回到家，他随意地把书包放在桌子上。萨摩尔好奇地问他这是哪来的，有真若无其事地说又搞定一单。大单萨摩尔感到惊讶，他询问这次的目标是谁。萨摩尔还没意识到危机已经迫近，萨摩尔这才反应过来。有真继续透露他了解的详情，那个女人的老公是个程序员。他讽刺地说，他怎么能不要一个有能力的老公，反而去勾搭出租车司机？萨摩尔眼前一黑，想把书包还回去。有真忍不住笑了。萨摩尔只剩下嘴硬，他说打开包看看有没有钱就知道了。他伸手进书包，这次他希望包里没钱，但结果让他心碎。萨摩尔依旧不肯承认，他追问有真到底采用了什么手段，迫使那女人付钱。萨摩尔彻底崩溃了，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他终于摊牌了。原来那天争吵之后，有真穿上衣服就离家出走，他一个人坐在楼梯间，随便翻看着手机通讯录，突然看到了前男友的名字，他情不自禁按下了呼叫键，但马上又挂断了。但下一秒前男友就回拨了过来，有真接通了电话，前男友说他在酒店，邀请有真来聚一聚。不久，有真重新见到了前男友，他夸她依旧美丽如初。有真听了很开心，口上说着马上就走，却不知不觉坐了下来。前男友懂得有真的寂寞，一番话直击有真的心事，看着她流泪，前男友凑近了，还说她哭起来也很迷人。
接着强吻了有真。有真推开了他，但欲望一旦释放就难以收拾。1小时后，有真走出了酒店，外面正下着大雨。他抬头就看到了萨摩尔。那场暴雨在他们心中持续了2年，现在暴雨淹没了他们的家。有真跪下道歉说，只发生过1次，她对前男友并无感情。有真的坦白令萨摩尔心痛。随后，有真要求萨摩尔也说实话，让他说说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。萨摩尔说他们什么也没做，他们俩只是喜欢一起打扫，于是就成了打扫搭档，互相帮忙清理家里。虽然有人说这是种肉体出轨，但他早就心属另一个女人了。他还找借口说，因为有真从不听他讲话，只有那个女人会倾听他。有真骂萨摩尔是废物，赚不到钱还装深沉。萨摩尔反击说，都是因为有真太霸道，自己才会表现得这么糟糕。2人用最恶毒的话互相侮辱。结婚已经7年了，他们对彼此的弱点了如指掌。就在这时，有人打碎了厨房的窗户，有真走过去查看，萨摩尔趁机抓起刀，有真立刻和他扭打起来。萨摩尔终于爆发了，接下来的场景更是诡异。有真开始在萨摩尔身上施展铁头功，萨摩尔拼命抵抗，2人都想赢这场战斗。不久后，有真精疲力尽，萨摩尔趁机拿着包逃跑，有真急忙追赶，萨摩尔一路跑下楼，然后开车上了高速。有真紧追不舍，他打电话让萨摩尔停下，但萨摩尔被叛逆的快感冲昏了头，他却低估了对方的实力。有真一脚油门超过了前面的车，把萨摩尔堵停了。萨摩尔没有理会有真，丝毫不留情面。萨摩尔最终投降了。有真抢过包跳上了车，萨摩尔紧跟着也上了车抢回包。有真实在受够了，他打开包把钱全扔了出去，让他去送命吧。我的梦想其实是，这场闹剧就这么结束了。他们最终还是离婚了。7个月之后，一对新夫妇看中了他们的房子，中介特别开心，还说前一对夫妻在这儿过得挺幸福。之后为了房产过户，中介联系了萨摩尔，告诉他和有真一起来办理。这是他们离婚后首次见面，2人都变得彬彬有礼。他们一起吃了顿饭，有真突然叫萨摩尔别抬头，他有重要的话要说。萨摩尔还是乖乖听话。有真回忆起以前恩爱的日子，那时候他们胆子大，买房还贷，都觉得未来一片光明。但后来生活的压力消磨了激情，也使得彼此的好变得理所当然。萨摩尔深知，婚姻的结束不是一个人的责任。几个月后的圣诞夜，有真一个人在公寓过节。这时有人敲门，居然是萨摩尔来访。他带来了自家种的草莓。进门后，萨摩尔习惯性地帮有真打扫，2人坐在地上聊天，空气中弥漫着轻微的尴尬。有真问萨摩尔要不要喝点酒，萨摩尔说他是开车来的。有真看起来有些失望，萨摩尔马上改口，他环顾四处，怀念地说起恋爱时的日子。当时他和有真就这样待在公寓里。之后，他装作无意间问有真有没有男朋友，听到他说没有，他的脸上露出一丝窃喜。接着，他们在拿草莓时手指轻触，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微妙。萨摩尔长时间的凝视有真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靠近，亲吻了几下之后，有真推开了他，但迟疑仅仅几秒，久违的火花终于燃起。